歡迎嚟到懸疑檔案。2017年5月2號夜晚11點 Jason 打咗911報警電話，話自己嘅妻子 Tiffany 喺架車度中咗槍。911, where's your emergency? I need someone to come out here to my house. Tell me exactly what's going on. My wife has been shot. She's in her van. Sir, is she breathing? I don't know. Yeah, I'm trying to lift her up so I can see. 警方同救護車好快就嚟到咗 Jason 位於 Carmen 嘅屋企度，佢哋發現間屋前面泊咗一架車，而 Tiffany 就瞓咗喺駕駛座度，左手仲揸住一支槍，佢嘅左邊下巴同埋太陽穴都有槍傷。救護員即刻幫 Tiffany 進行急救，可惜都係太遲啦。Tiffany 已經過咗身。What happened tonight? We were arguing. I gave her her stuff so she can go. I didn't let her in the house. And the last thing I remember, she said she loved me, and I was going in the house, and I heard a shot, a scream, and then another shot. 之後佢順住槍聲出去睇下，就發現 Tiffany 已經瞓咗喺駕駛座度，所以佢就即刻報警。警方視察咗現場環境，好快就得出咗自殺嘅結論，而兇器就係嗰支粉紅色嘅左輪手槍。Jason 向警方確認咗呢支槍係屬於 Tiffany 嘅，佢平時都會將支槍擺喺架車度用嚟傍身。Tiffany 生於1985年，佢嘅性格率真、外向、樂於助人，亦都喺社區度創辦咗一個名為 Mothers Helping Mothers 嘅互助團體。Tiffany 同 Jason 結咗婚6年，呢段婚姻都係雙方嘅第二段婚姻。Jason 因為前妻出軌而選擇離婚，並帶住個仔 Logan 一齊生活。之後佢認識咗當時已經結咗婚嘅 Tiffany， 佢哋好快就墮入愛河，而 Tiffany 最終亦都選擇同丈夫離婚，同 Jason 喺埋一齊。佢哋於2011年結婚，並誕下咗一對仔女，一切睇起嚟都好似係往美好嘅方向發展，但係 Tiffany 就背住 Jason 出軌啦。Tiffany 出軌嘅事，佢嘅媽媽 Cheryl 同埋好朋友 Lindsay 都係知情嘅。案發當晚， Tiffany 曾經打咗個電話俾媽媽，話俾佢知佢今晚決定要同 Jason 攤牌。雖然 Tiffany 把聲聽起嚟有啲緊張，但係佢似乎對於同丈夫攤牌一事感到興奮。Lindsay 表示 Tiffany 曾經同佢講過佢打算要離開 Jason， 所以本來身為家庭主婦嘅 Tiffany 亦都喺雜貨鋪度揾到咗一份工，賺錢為即將到嚟嘅新生活做準備。Tiffany 已經規劃好未來嘅生活，所以佢根本就冇自殺嘅理由。但係 Jason 嘅口供就提到 Tiffany 係自殺嘅。喺案發前幾個月， Jason 開始察覺到妻子嘅行為有啲異常，不嬲都冇乜飲酒嘅 Tiffany 開始愛上咗酒精。案發之前嘅幾個鐘， Jason 喺妻子嘅電腦度發現咗一啲曖昧嘅訊息，佢知道自己又戴咗綠帽。知道妻子出軌之後嘅 Jason 感到傷心又憤怒，所以當 Tiffany 返到屋企之後，佢就將大門鎖住，唔俾妻子入屋，並指責妻子破壞咗神聖嘅婚姻。跟住佢哋喺間屋出邊嗌咗1個鐘頭嘅交。喺將衣物抌俾 Tiffany 之後， Jason 就返入屋，鎖咗道門，然後就聽到2下槍聲啦。當時喺現場嘅一位地方法醫，對於 Tiffany 選擇對自己開2槍嚟到自殺，亦都曾經抱持住懷疑嘅態度，但係現場並冇發現他殺嘅證據，所以法醫認為 Tiffany 先對自己嘅下巴開槍，
之後再喺太陽穴度補上致命一擊。雖然咁樣聽起嚟有啲匪夷所思，但係亦都唔係冇可能。而地方警局當時亦都打算以自殺結案，但係考慮到 Jason 嘅媽媽 Rhonda 係地方警局嘅辦公室經理，為咗避嫌，局長決定將呢單案交俾州警接手。第二日，州警就委派咗遭警探接手呢單案。接手之後，遭警探決定要搜查 Tiffany 當晚自殺嘅嗰架車，但係就被告知嗰架車已經還返俾 Jason。地方警局俾出嘅解釋係，佢哋喺案發當晚已經取證完畢，亦都影咗相做記錄，所以就將架車還返俾 Jason。當遭警探攞到搜查令之後，先發現嗰架車已經被徹底清洗過啦。呢一點令佢覺得非常可疑。妻子過身仲未到24小時，丈夫竟然仲有閒情逸致去洗車。Jason 俾出嘅解釋係，佢唔想嚇親班細路，所以先至會即刻將架車洗乾淨。之後，遭警探聽咗當晚 Jason 報警嘅電話錄音，發現 Jason 把聲聽起嚟十分冷靜，好似一啲都唔擔心妻子。911, where's your emergency? My wife was shot. I need someone out here, please. 接線員問佢到底係邊個開槍㗎？ Jason 就一直迴避呢條問題。She's been shot. Who has she been shot by? Please have an ambulance come out, please. She's been shot in the head. Did she shoot herself in the head? 針對呢一點 ，Jason 俾出嘅解釋係佢當時嚇傻咗。同時，遭警探亦都喺 Jason 嘅口中得知一個重要嘅訊息。Was she left or right handed? She's right-handed. Tiffany 係一個油優，但係案發當晚 Tiffany 係用左手揸槍㗎，呢一點好唔尋常。於是遭警探要求 Jason 接受測謊，不過佢並冇通過測試。雖然係咁，但係當時並冇任何證據證明 Jason 涉案，所以佢並冇被逮捕。由於州法醫辦公室嘅工作量龐大， Tiffany 嘅驗屍報告喺案發嘅1年之後先至交到遭警探嘅手上。法醫 Valerie 喺報告上提到， Tiffany 嘅2處槍傷都唔係接觸性傷口，而且傷口附近亦都冇火藥殘留嘅痕跡，講明手槍並冇直接接觸到 Tiffany。根據 Tiffany 太陽穴嘅傷口情況，法醫推斷手槍同太陽穴嘅距離至少有10寸。先唔講一個油優用左手揸槍，再將支槍拉到10寸以外嘅距離開槍，有幾咁困難。根據 Jason 嘅講法，當佢發現 Tiffany 嗰陣，車門同埋車窗都係關閉㗎，咁根本就冇足夠嘅空間可以令 Tiffany 以咁樣嘅方式嚟開槍。仲有一點就係，根據現場嘅照片，駕駛座嘅車門同埋車窗都冇血跡，唯一嘅解釋就係有人打開咗車門對 Tiffany 開槍，所以法醫喺報告上將 Tiffany 嘅死因列為他殺。遭警探即刻將報告交咗俾檢控官，並要求起訴 Jason。2018年5月21號，Jason 主動嚟到警局協助調查，不過佢並冇被扣留，仲被批准保釋外出。2022年11月，喺案發嘅5年之後，本案正式開審。辯方對今次嘅審訊好有信心，因為佢哋認為控方嘅證據不足。首先，並冇任何證據證明 Jason 當晚曾經開過槍。另外，警方當晚亦都冇喺 Jason 嘅身上發現血跡。最重要嘅一點係 Jason 嘅大仔 Logan 話俾警方知，佢喺聽到第一下槍聲之前，
爸爸就已經喺間屋入邊啦。事實上，警方當晚並冇對 Jason 嘅雙手進行火藥殘留測試，亦都冇搜查過佢嘅屋企。控方傳召咗一位 DNA 專家 Angela 出庭作證。佢表示，由於支槍只能夠採集到微量嘅 DNA 樣本，所以佢冇辦法確定係咪有女性嘅 DNA 殘留喺上面。不過，佢非常肯定喺槍柄同埋掹雞上採集到嘅 DNA 係屬於男性嘅，只係 DNA 嘅樣本太細，並唔足以證明係咪屬於 Jason 嘅。控方質疑，如果 Tiffany 吞槍自殺，咁手槍上冇可能冇佢嘅 DNA， 所以控方認為 Jason 曾經清理過支槍，並將支槍放喺 Tiffany 嘅手上，偽裝成自殺嘅假象。針對呢一點，辯方表示，支槍係 Jason 嘅爸爸俾 Tiffany 嘅，而 Tiffany 嘅哥哥亦都曾經接觸過支槍，所以手槍上有男性嘅 DNA 一啲都唔出奇。控方最有力嘅證據就係嗰份驗屍報告，報告證明咗手槍同 Tiffany 嘅頭部之間至少有10寸嘅距離。辯方喺庭上播放咗一條片，係阿拉巴馬前首席法醫 James 作為專家證人嘅證詞。佢表示根本就冇任何證據可以證明手槍當時同頭部嘅距離有幾遠，因為 Tiffany 嘅頭髮擋住咗太陽穴，絕對有可能將殘留嘅火藥分散咗。之後，辯方亦都指出Tiffany 喺案發之前嘅情緒一直都唔穩定，佢仲喺案發前一日去咗睇心理醫生。Tiffany 嘅一位朋友亦都作證話 ，Tiffany 最近啱啱同情夫分手，佢非常傷心，而且仲經常酗酒。另外，辯方亦都將 Tiffany 嘅日記呈堂。Tiffany 喺2017年5月2號，亦即係案發當日，喺日記上寫低咗呢句說話：我真係唔知道自己應該點做，證明咗 Tiffany 喺案發當日嘅情緒低落，絕對有可能諗唔開而自殺。控方表示 Tiffany 喺案發前一日已經睇咗心理醫生，證明咗佢正積極尋求幫助，所以冇可能自殺。之後，辯方決定俾 Jason 出庭接受盤問。Jason 表示自己好愛 Tiffany， 並否認自己殺咗佢。佢亦都喺庭上坦白，案發當晚佢同 Tiffany 發生咗激烈嘅拗撬，過程中佢仲鬧咗妻子一啲好難聽嘅說話。佢覺得好內疚，因為佢認為係嗰啲說話傷害咗 Tiffany， 而逼到佢走上絕路。經過4日嘅審訊之後，陪審團離席討論。由於冇直接嘅物理證據可以證明 Jason 開咗槍，喺討論嘅過程中，陪審員分裂成兩派，無法達成共識。幾個鐘頭之後，佢哋決定再聽一次 Jason 報警嗰陣嘅電話錄音。雖然 Jason 嘅語氣聽起嚟好冷靜，但係咁並唔可以證明佢就係兇手。之後佢哋發現咗一個疑點。Where's the gun at? It's laying beside her. 陪審團睇返咗警員嘅 body cam 所影到嘅片段，嗰支槍明明就係喺 Tiffany 嘅手上。半個鐘頭之後，陪審團有咗裁決，最終 Jason 被控一級謀殺罪名成立，獲刑99年，2038年可以申請假釋。Jason, if not you, who? You were there. You know the truth. I pray you will someday find wisdom and strength to speak the truth. 直到今日，Jason 依然堅稱自己係無辜嘅。